今天是 World Ducati Week 正式开幕的第一天，在意大利，很少人叫它完整的 World Ducati Week， 大家更直接说 WDW， 而念法也不是英文，而是 VDV。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这场全球最大的杜卡迪盛会，看看这2年一度的 VDV 到底有什么魅力吧。很热哦！现在我们在意大利的米兰诺赛道，那这里呢是 MotoGP 赛道跟那个 WSBK 赛道，每年的 World Ducati Week 呢都会在这边举办。那这边就会有很多全世界、全欧洲，应该说全世界，拥有全世界所有的杜卡迪车迷都会来这边参加 World Ducati Week。那可以看到大家，有些人是很多都是骑车进来。然后骑车进来，也就会享受在外面，就是跟各个杜卡迪车迷同好在那边一起骑车的感觉。那当然，炎热的天气，你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受不了。我刚在外面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扣安全帽，然后脱上衣这样子牵车牵进来，因为实在是人太多太塞了。那接下来我们会到里面去，我们看有哪些活动可以在 World Ducati Week 看到。由于开幕的第一天挤进了大量的车迷，我们前往赛道途中碰到严重的塞车，原定的计划行程也受到干扰，所以我们决定先去媒体中心，稍作休息后，准备迎接开幕记者会。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 MotoGP 赛道的媒体中心，让我觉得好兴奋啊！由于我们很早就在大咖车手会经过的路线上卡位，车手们从前面经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当然，车手们齐聚一堂，总是会提到2027年的状况。In the MotoGP Championship, maybe we hope to have Bullega like sixth, one Italian in Ducati. 这位记者提问到：作为意大利车厂，杜卡迪 MotoGP 明年只有一位意大利车手，究竟杜卡迪是如何挑选车手的呢？杜卡迪的目标就是成绩，不设限国籍。就算有3位西班牙车手在意大利车厂，也不会困扰他们。Maybe more than Huertas should be nice to see Morbidelli in Ducati Superbike officer. Maybe. Someone suggests maybe. Question about the future is quite interesting. We have very clear opinion. 有记者提问到关于杜卡迪未来车辆开发的重点，克劳迪欧表示，电动车还没准备好。在 Moto1 投入的资源发现，电池科技还是卡关。他们会继续跟之前一样打造车子，最重要的是用杜卡迪所有技术，持续为所有杜卡迪车主推出更刺激的车款。最后在记者要求下，今年底要离队的 Pecco Bagnaia 也发表这几年在杜卡迪的感想。Like you said, I'm ending my story with Ducati after 8 seasons. 他说，与杜卡迪相处的8年时光，很难用一个字做总结。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时光，而我只想记得这些美好的日子，想记得杜卡迪给我的一切。我也会一直都是杜卡迪车迷，虽然明年会成为对手，但我想要感受现在VDV的热情。结束开幕记者会之后，我们就到下面去逛逛吧。那现在是迪甲在排队签名哦，其实，然后那个 Morbidelli 坐在那一边跟团队聊天讨论。今天他们应该会做练习，现在很多人在这边排队把车手出来。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稍微逛一下这个 pit 区，看一下有谁。现在我们在那个Dell'Orva杜卡迪车队的货车中间，那大家都在这边等。妈妈 Cass 跟Pecco Bagnaia从车库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在这看。由于实在是太热，然后又等太久，所以我就先放弃离开了。这边停了很多车就是超棒的。我们现在就是在
在那个停车场这边，我们都应该稍微绕一下，然后看一下有什么有趣的车。那边应该是主舞台的部分，然后有一些现在有活动。然后这是刚在台湾发表的那个 V4S Street Fighter。因为天气实在太热，所以其实这边还蛮多人待在里面休息啦，因为大家都骑过来很远，大家来这边休息。然后这个是那个 V2S 黄色，然后黄色其实黄色才是那个杜卡迪经典的代表色。如果大家有去，除了红色以外，其实黄色才是杜卡迪经典的代表色。这台是帕尼加的 V2S， 那是我很喜欢的车，啊，也是黄色，也是我蛮喜欢很低调的颜色，黄色。那因为我自己现在本身是拥有那个 Super Sport 950，那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还蛮想要换一台这一台那个 V2S 啊，这一台无论是要出游啊，它也不会太低，手把非常的抬高，那相对来讲会非常的舒服，那也比较宽一点，你要去掌控它也非常好掌握。那在大力宝的时候，我有先试过那个Street Fighter V2S， 车身的重量非常的轻，然后跟950SS 比起来差非常多。那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在硕文这边试到这台机子。好，那这一台我之前就已经在台湾的那个杜卡迪台湾试过这一台 Multistrada V4， 非常神奇是它一点都不热。我觉得比较起来，刚那台 V2 Multistrada 的话，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热，而且非常好骑。可能是因为动力非常的大，所以在巡航的时候啊，非常好骑。然后它的这些空力让它扇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卖得好是有原因的。车迷的聚会当然不能少了聊聊车经以及改车的心得。在这边我要看到一台很厉害的改装车，看起来像是 KC Stoner 的赛车，但实际上却是……简单来讲，就是车主买了一台就是已经整台挂掉的那个 Multistrada V4， 然后把它改成这一台有点像 Desmo City RR 的那个样子，所以有够强的啦，有够强。这边真的是到处都会看到很特别的车子，不仅如此啊，除了杜卡迪以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车种。我们之中出了一个 Suzuki， 有这一台假 Monster SV6。杜卡迪是不会坏的，所以来参加这个 World Ducati Week， 它还会有这个 service， 就是来这里，只要碰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现场找他们协助啊。当然，这边不能少了购物行程，在这边我准备了3个杜卡迪100周年礼物要送给大家，帮我在粉专留言区下留言，我就来抽出3位幸运的车迷。除了赛道周边活动之外，在我们住的饭店周围，同样能感受到杜卡迪车迷浓厚的节庆氛围。从风街骑车游行、赛道烟火、海滩庆典，
一直到深夜由前 MotoGP 车手 Marco Melandri 担任 DJ， 整座 Misano 都沉浸在 World Ducati Week 热情之中。如果说今天我看见的是 World Ducati Week 属于杜卡迪车迷的一面，那么明天我将以媒体的身份走进一般人看不到的杜卡迪世界。